些事很烦，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为什么要追我妈？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追我妈？因为你妈，因为你们不肯收我的钱，他帮我买补品了，我要还钱给他，他不肯收我的钱，但是我又怕你爸爸知道之后他会生气，所以我就坚持要还给他，我一直追着他，我要追着他把钱还给他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已经是红灯了，他还这样冲过马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追着他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们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？我真的没有勇气，我对不起你们大家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。妈，喝水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为什么要隐瞒那10万块的事？难道你打算自己收着？确认你妈是这样的人吗？那就应该跟他们坦白到底啊！不能说，我说出来，他们家会散掉的。难道你想一辈子锁住这个秘密吗？你没有权利决定他们该不该知道的。西瓜说他都已经这样痛苦了，如果他知道西瓜嫂背叛他，他肯定完蛋的。这只是你的胡乱猜测。你跟西瓜嫂是好朋友，你应该相信她的为人啊。10万块不是小数目，有谁会这样无缘无故给你10万块？不管真相是什么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，我们的责任只是如实报道。如果你不说，我去说。我跟你说，大记者，如果你敢说出来的话，我马上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老妈，是我儿子的话，就不要插手。每一天总有一些事很烦，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找你爸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来干嘛？早餐。
油条、糯米饭，还有豆花。我们不吃油腻的东西。我有面包。为什么细水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怕，不要慌。财嫂，对不起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不会耽误你太久，几句话而已。走开！哎，财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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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财嫂，财嫂，财嫂，财嫂。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，长大你的也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Auntie Aisha, what happened? Mak saya pass away. I'm sorry. My condolences to you. I really miss her. I know. 他要走之前还放心不下我，我都已经是几十岁的人了，他还把我当成是小孩子。他担心我不会照顾自己，担心我会生病，他担心我会难过。我妈也是这样的，她也一直把我们当小孩一样。她活着的时候，就好像只是为了这个家一样，任劳任怨，不求回报。安迪艾莎，我们的妈妈都是很棒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们一定要活出她的精神，这样才是悼念她最好的方式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呢，要活出妈妈的精神，妈妈的爱，这样子，妈妈才会永远跟我们同在。你不要难过了。我对艾莎阿姨的安慰，仿佛是对自己说的。妈这么善良，一定不会责怪榴莲嫂，也不会希望我们怨恨她。我的不原谅，惩罚着榴莲嫂，也惩罚着我自己。我何尝活出妈的精神呢？阿才啊，我终于体会到阿水的心情了。原来不被原谅是这么的痛苦。我刚才啊，还让他追着我跑，我是不是太狠心了？我现在最希望就是西瓜叔他们一家能够原谅我。如果他们能够原谅我，你是不是会煮咖喱啊？可不可以教我？
小心烫啊！怎么样？跟妈煮的一样，我好想念妈。对不起啊，这家真的对不起。我帮你把咖喱装起来，带回去给你爸爸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其实是想煮给你吃的。啊？妈，她是个宽宏大量的人，她一定希望我们能原谅你，所以我就煮了她最拿手的咖喱送给你。我不怪你了。来干什么？我看到要下雨了，我就拿伞来找你啊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回家。爸，你听我说吧。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就先别生气啦。我觉得你应该原谅榴莲嫂。你先听我解释。榴莲嫂的内疚也不会比我们的伤痛少啊。你记不记得妈常说的“大人不计小人过”？我照妈的话做了。我现在觉得自己轻松多了，我希望你也会轻松一点。妈和榴莲嫂是好朋友，我想妈一定希望我们原谅榴莲嫂的。你妈是被他害死的。哎呦，你怎么自己搬过来？不是叫阿远帮你了吗？不用啦，第一我不想打扰他。阿远，哇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把房间租给伊莲娜，她以后会跟我们一起住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现在告诉你，不是知道了咯？我看你等一下呢，过去他那边把东西一次过搬过来，啊？安迪真的不用了，远航工作忙，我一点一点搬 ，OK 的。不 OK 啦，这是他应该做的吗？老妈，你过来一下，你等一等啊。什么事了？过来。你什么事不能在外面说咩？啊？老妈，你真的要让他住下来啊？近水楼台，你不要越帮越忙，我不想给他错觉。什么错觉？你现在不下订单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我两脚伸直直啊？老妈，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啊。伊莲已经是色香味俱全了，你还嫌什么？哎，出去，人家还在外面呢，不然带他出去走走啊，带他去看场电影啊，去 shopping， 去吃东西都好，走。老妈，不准 say no。老妈说带你出来逛街、吃东西、看电影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做主吧，我都可以啊，只要你喜欢就行。女生最喜欢你这种有风度的男生。我很幸运遇上你。没事吧？小心点。没事。远航，如果你是鱼，我是水，那该多好。啊？水永远都知道鱼的想法，因为鱼活在水里。这是韩剧对白，很碎对吧？
我们进去看看。怎么了？你家的冷气机坏了？不是我的，安迪说你房间冷气太旧了，滴水又不够了，叫我陪你买新的。这个牌子很耐用的，又省电。你们好，你们需要帮忙吗？我们在找适合房间使用的冷气机。谢谢。谢谢。这边请。刚才那部电影的演员演技真的是出神入化，可是结局好像不是太好。你觉得呢？我只是觉得里面的冷气真的很冷。这里人很多，不是太好。我想喝杯热的。可是这里没有哎，最靠近的前面有一间，不如你先过去买，我上车等你。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吃饭的吗？不吃啦，今天商场这么多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叫外卖吃好了。你去买吧，我上车等你。我自己先回去了。周佳，哇，这么巧啊！怎么了？买药？我好像感冒了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每次咳嗽的时候，我妈都会煮南北清炖雪梨，雪梨有清热消痰的作用，南北清呢有止咳冰喘的功能，挺有效的。我去帮你拿雪梨吧，那里冷，你别过去了，免得遇冷到。我跟你去吧。哇，你真的是24孝哎，还帮你妈买日常用品。有一些是以莲的，老妈还要帮她买日用品。我总觉得以莲搬进来很不妥，老妈却一意孤行，一厢情愿。我对以莲都还没有到那种程度。那你就应该跟你妈说清楚啊。以琳知道你的想法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我怕伤到她的心。我能明白，确实是有点难。不过有时候再难，我们也得说。你和永亮之间还好吗？你要是管好你跟叶莲的事吧，要懂得说 no，OK？安迪艾莎，安迪艾莎， Selamat petang， 你们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我做了一些糕点要请你们吃。谢谢你们在马萨耶去世的时候这么照顾我和关心我。应该的，邻居本来就应该互相关心嘛。是啊，进来吧，一起吧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请阿元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吧。马萨耶去世之前跟我说了一个他藏在心里面几十年的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，我是被领养的。我的亲生父母是华人。啊？难怪啦，我就看你根本就是个华人的样子嘛。他也瞒着你这么多年了。马克萨耶跟我说，我的亲生父母是因为家里穷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才会把我送给别人的。真的是大秘密哦。幸亏你妈还有机会说出秘密，西瓜早就……安迪榴莲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妈突然就这样走掉，都没有机会交代她的身后事。老妈，不要打岔，让安迪艾莎说完。
继续吧，这个。阿远，我想请你帮我找回我的亲生父母。没问题啊，你可以先登个寻人启事，我会跟社会部的同事说一说，然后帮你做个专访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会有很多读者能够看到你的故事了。其实你可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面。我也是有想过，但是我没有 account， 也不会 post。放心啊，我可以帮你 post 的。对呀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儿子啊是问题解决专家来的，有他在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。大人马卡西，我希望我可以早日找到我的亲生父母。你在煮什么？南北杏炖雪梨，你咳嗽啊？为什么不叫我帮你煮？不是我，不是你是谁？Elena。不是以琳，是哲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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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邻居一场嘛，他生病，煮给他也是应该的啊。还有老妈，人家这么大方原谅你，我现在在帮你报答他，报答哈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没有啦。还有什么？你从来都没有煮过给你老妈喝，现在煮给哲嘉，不是报答那么简单吧？啊？美女啊，你想太多了。哲嘉是你好朋友的女儿，现在她生病了，阿姨又不在了，我们照顾她也是应该的，对吗？说的也是啊。这里很热，来，你先出去看电视，来。我帮你煮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，来。哎，去坐，去坐。南北杏炖雪梨，趁热喝吧。你真的煮啦？是我妈煮的。你怎么样了？好一点吗？好多了。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像我的闺蜜啊？还嘘寒问暖的，现在又送药过来，好感动哦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对啊，反正也不是你煮的啊，我还是过去跟你妈妈说谢谢。不用，我妈还在忙，你趁热喝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想问你啊，昨天你妈妈跟艾莎阿姨说，幸好她妈妈有机会把秘密告诉她，可是我妈然后她就没有说下去了。她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，阿远，安迪，谢谢你的南北杏炖雪梨。不谢，希望你早日康复啊。依琳打电话给你啦，快去听啊。哦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妈，依琳都没有打给我。不这样说你会回来吗？还有啊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10万块的事不可以跟哲嘉说。美女啊，我憋得很辛苦啊，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？知道啦，总之不准你说，不然连母子都没得做。还有啊，你已经有了依琳了，你不要一脚踏两船，不要像西瓜小鱼。老妈，话不能乱说，你这样会破坏西瓜嫂的名誉的。但是你跟哲嘉的事，我就不能不说。我的美女老妈，你想太多了啊！早一点跟依琳结婚，就不会夜长梦多。送外卖到！哇，太好了！姐，你干嘛突然抱我？什么好料？妈的咖喱啊！你会煮妈的咖喱？安迪榴莲教的。哦，姐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不会无缘无故抱我的。没有啊。刚才我心血来潮联络了3个失联很久的朋友，一个换了电话号码不知所踪，一个移民，另外一个患了癌症过世了。我这几年忙着工作，没有时间去找这些朋友。现在想见见他们，却发现1个2个都不见了，所以看到你呢，特别的开心。
趁热吃吧。很香啊！来试试你的手艺啊。真的有妈的味道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呀！是安迪榴莲的功劳，他教我的。不管什么山珍海味，原来妈的味道是最好的。我好想念妈。爸还是不肯原谅榴莲嫂啊。我说破了嘴都没有用。有些事再多的心灵鸡汤，也没有办法原谅，只能选择遗忘。你还是放不下克林啊？放下啦，不过不是释然，是看透。姐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些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交些新的朋友。哎，你结婚前不是很多活动的吗？那个时候我还在想，哇，你哪来那么多精力啊？婚后呢，我卖身给工作，给家庭，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是时候找回自己了啊！我支持你，加油！加油！很欣慰姐终于决定走出了阴霾，理性的她凡事规划，努力的让自己不停达标。可惜，人生太多变数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希望姐从此能随性生活，多爱自己，找到内心最深处的平静和快乐。妈咪，吓死我了你！Hello， 安迪，你好，很高兴看到你，来坐。谢谢。妈咪啊，我和语言开始交往了，十指紧扣，你不说我也知道啊。你不反对啊？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相信你们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。来看看想吃什么？谢谢。哦，我都要饿死了，吃什么呢？哦，妈咪，这里的食物都是煎炸的嘞，你要不要换地方？不要，我想试试这里的食物。没有 organic 的嘞。吃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要吃得开心。你想通了，哇哦！喂，快看看要吃什么。语言啊，你爹地妈咪知道你跟伯恩交往吗？知道啊，而且他们还很喜欢伯恩。你妈咪也 OK？ OK 啊，其实他要管也管不了。哎，点东西吃吧，你要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喽。安迪艾莎，原来你是华人啊？你也知道啦，是小姑姑跟我说的。By the way， 为什么你的亲生父母不要你啊？以前的人生很多孩子，家里穷养不起，才会把孩子送给别人。我妈妈生了8个孩子，听说我是最小的。气源穷，那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嘞？生了又不要，这样对孩子很不公平喽。我相信我的父母，他们是没有办法才把我送走的。听我妈妈说，他们送走我之前，把家里的缝衣机当了，用当到的钱到照相馆去拍全家福。拍全家福？这么说，我跟我的父母有拍过照。如果找到照片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父母。可是，要去哪里找照片？你还记得你是在哪一间照相馆拍的吗？那个年代，你阿公的照相馆最出名了。如果想要拍照，就一定会去和平照相馆。安迪艾莎是在3、4岁时被领养的，你今年已经55岁了，也就是说你的全家福是在1966到67年时拍的。我爸的底片呢？
都是按照年份收藏的，所以我们就集中找这2年的底片吧。放心，艾莎，一定会帮你找到全家福的。Terima kasih。开始吧。来，先喝点水。再慢慢找吧。Terima kasih。对不起，麻烦大家了。小姑姑，你确定1966和1967年的底片都在这里吗？按照你阿公的习惯，应该都在这里了。这样会不会不是在和平照相馆拍的哈？如果不是，那就更难找了。诶，我记得爸好像有把一些底片放在一个铁盒里 ，inside a metal box， 但是我不知道他把那个铁盒放在哪里了。那你应该赶快打个电话给你爸，问他收在哪里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阿公来了！爸，我们在帮安迪艾莎找他和他的亲生父母拍的全家福。他说呢，他们是在和平相馆拍的。巴基萨曼嘎，你不要生气，这张照片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可以找到他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。你还记得是哪一年拍的吗？哦，阿远算过了，应该是在1966到67年。不过这2年的底片我们已经找过了，都找不到。我记得你好像要把一些底片放在一个铁盒里面，会不会是在那个铁盒里啊？铁盒在哪里？哦，铁盒。哇，真的有铁盒嘞！我都忘了这个铁盒了。阿公，为什么要把那个地放在铁盒里面啊？那个时候鞋盒不够，你阿妈就给我这个铁盒了。啊，你妈真的跟你心灵相通哎，提醒你有这个铁盒啊。您帮忙找一下吧。这些都是66年和67年的全家福。65年新加坡独立，那2年特别多人来拍全家福。好，艾莎，你的家里有多少人？连我在内有10个人。哦，这一张你看看。这张小女孩穿的衣服，很像我养母说的那件。我的手机里面有这件衣服的照片。好，你等等啊。有希望，有希望。真的是这一张。找到了，真的是这张啊！爸，妈，爸，Terima kasih。不管你喜欢与否，我们每个人与原生家庭都有一条隐形的线，怎么切都切不断的。与其去恨，不如选择去爱。依琳，你很漂亮，能干，
进得了厨房，入得了厅堂，跟我老妈又合得来，我给你打90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总觉得我们之间少了什么，少了。对了，火花，我们之间少了让人心跳的火花。我，柯远航，你太欺负人了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还嫌弃我？我把所有的热情都给你了，怎么还会少了让你心跳的火花？我到底哪里不好啊？你说，你到底不喜欢我什么？妍妍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不喜欢我，因为你喜欢潘泽家。不是啊，不是。好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。你每次见到泽家是不是很开心？我们是邻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你每次跟他聊天是不是很快乐？不一样啊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他生病了，你是不是很紧张他？是。你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很想见到他？是。你还敢说你不喜欢他？明明就是！我去跟他说。不要啊！哎呦！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？安迪，你看我买了什么？送给我的。是啊，我看你平时喜欢炸食物，这个锅啊不用用油也可以炸的，健康又方便。谢谢你啊。你看这食谱有教你怎么用这个锅来煮很多好吃的。哦，这个锅可以煮出这么多的菜肴啊！哼，有了这个锅，我以后就可以煮很多好吃的，给你和远航吃。好啊，没想到啊，现在还有你这么贴心的女生，安远真有福气。哎，对了，我也买了一样东西给你，我去拿。哦，你雷来了。伊蕾娜。哎，远航，原来你在家。哎，你看我买了一个新的 air fryer。伊蕾娜，我觉得你不适合搬进来我家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女生，你搬进来我家住，对你的名声不好。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啊？我不介意的，反正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以后也是要住在一起的。这就是关键啊！我觉得我们才刚刚交往，彼此还不够了解，我们应该给对方多一点时间。可是我已经很了解你啊，如果你觉得对我的了解不够，那我搬进来不是更好吗？天天住在一起，你想不了解我都难。要懂得说 no，OK？伊蕾 ，no， 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，你最好不要搬过来。对不起啊，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说，做好过的。我明白的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一直找不到？原来收在盒子里啊。雨蕾呢？在厕所啊。他走了。走去哪里？我跟他说，我和他不适合在一起。不适合？美女。啊，我泡了蜜糖水给你喝，喝吧。哎呦，不要生气了啦！你再生气的话，你 MRT 线就跑出来了，到时候就不好看了。哇，你看，从 Pasteur 到 Jurong 了，你看。少跟我嬉皮笑脸。那就来个鬼脸吧。如果你不去把Elaine哄回来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老妈，
那是我的终身大事，你总该让我自己做主吧。就因为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我才要管啊！这么好的女生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可是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勉强也没有幸福啊。去跟以琳道歉，把她哄回来。你不去是吗？我去。美女，就算你把她叫回来，我也会对她说 no 的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跟我作对啊？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对她说 no， 我对你也会说 no 的。你对我说 no 什么？我决定跟这家说出西瓜嫂的事。你敢？哎，柯远航，有什么事不可以在家里说，约我到这里来，很热的。你 OK 吗？你那天不是问我妈是不是有事隐瞒你？她真的有事隐瞒我，对吗？其实你妈发生意外那天，她是去见一个叫俊生的人。俊生？不就是那个打电话来我们家那个？他给了你妈一张支票，你妈不肯收，我妈代她收下，拿着支票追着他。没想到，你妈会冲出马路。10万块，他为什么给我妈这么多钱？我妈听到那个俊生说，这是他爸临终前指定要留给你做嫁妆的。嫁妆？丽文叔叔怎么会给妈这么大笔钱啊？还指定要给你当嫁妆啊，有古怪啊！会不会是丽文叔叔跟妈借钱，他现在只是还债罢了？妈哪来这么多钱借给人家？她肯定是跟丽文叔叔交情很深，所以丽文叔叔才这么大手笔的。什么交情啊？难道他们是旧情人？啊？你笑什么？我记得姐说过，妈曾经离家出走1个晚上，后来就怀了你。说不定你就是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八道的，要不然为什么丽人叔叔会给你这张支票当嫁妆呢？妈不是这样的女人，我不准你这样侮辱她。你也真是的，胡说八道。要是妈知道了，她会很伤心的。妈，我只是在开玩笑的。我记得姐说过，妈曾经离家出走1个晚上，后来就怀了你。难道我真的不是爸的亲生女儿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从小爸就常打我、骂我。阿佳，你做什么哈？为什么你那么顽皮？谁教你玩火了？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不听话的坏孩子！为什么你那么坏？我要你跪在这里好好反省。小时候，我曾经怀疑自己不是爸亲生的。所以他才处处看我不顺眼。没想到，事隔多年，内心深处的这个疑问再次被挑起。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，在我慢慢走进爸内心世界的时候，谁在我耳边留下熟悉的语言？很多故事，喜怒哀乐在搁浅。谁和谁的事，究竟能不能完结？寂寞不和我的幸福有关联。微笑写在你的脸，你的心好远好远，太多一点无从遮掩，太明显。等了好久，走了好远，原来爱一直在身边。你承诺的每颗心愿，我已不记得那一天。
现。